你可知升堂之后是何结果？知道。在包大人铡刀之下，柴玉没有活命的可能。如今，你可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有悔意？包大人，要柴玉在大宋的国法之下受刑，柴玉无话可说。可是，柴玉没有任何的理由要后悔。你盗采金矿已然犯罪，但因此而伤及无辜性命，却更有违上天好生之德。人命关天，怎可说毫无悔意？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。敢问包大人，前朝的皇帝又何曾上体天心而珍惜生命呢？周灭宋兴，开国一战，不知死伤多少。包大人，你现在又如何来评判于我？朝代更替，必生战祸，虽有死伤，却情非得已。你却为了贪图不法之财而害人性命，两者之间又岂可同日而语？包大人，你错了。本府何错之有？包大人，你又怎么知道我开采金矿不是为了改朝换代？你此话怎讲？柴府应有尽有，柴玉又怎么会贪图那些财富？开采金矿乃筹备军费，振兴大周。柴玉，你是谋反叛国！这国本来就是大周之国，天下乃柴家天下。赵匡胤能把它夺去，柴玉今天为什么不能把它夺回？大胆！你怎敢直呼太祖皇帝的名讳？包大人所谓的太祖皇帝，原本却是柴家的殿下之臣。柴玉今天直呼其名，又有何不妥？想必现在连包大人你也无话可说，无词可辩了吧？乍听之下，你似乎言之有理，实则却全都是狡辩之词。好，如果包大人你能说服柴玉，柴玉情愿伏法，绝无怨言。好，本府就说与你听。纵观历代史籍，但凡改朝换代，无一不是顺天意而应人心。开国之君，皆是不忍见百姓受苦，黎民遭殃，才挺身而出，取而代之。若是逆天背人，又岂能一统天下？若依包大人所言，大宋开国也是顺天应人。不错，前朝世宗皇帝勤政爱民，却不幸英年早逝。令祖当时年方7岁，刘汉与辽国合兵来犯，太祖皇帝若不开国继位，天下顿时沦入异族之手，又如何不是顺天应人？即使如此，他也无权夺走我柴家的天下。所谓柴家天下，原本却是郭威所建前朝大周，郭家后人却从未向柴家讨回天下。倘若历朝历代皆以自家天下自居，则秦汉隋唐是否皆要其后人夺回天下，岂不终日征战，永无休止？先圣先贤无不推崇以民为本，改朝换代皆是因大势所趋。当今圣上仁德敦厚，勤政爱民，你却妄图假借复国之名，戕害生灵。柴玉，
你不但大错特错，而且险将柴家陷于不忠不义、万劫不复之地，又怎敢在本府面前潇潇争辩、大言不惭？如今，你可还有话说？包大人，言述精辟，言之有理。柴玉情愿伏法。既然如此，来人呐！大人，传令升堂。是。人犯，带人犯。柴禄，你勾结张冲，盗采金矿，因而造成多少无辜之人丧命，多少平民百姓遭殃。如今罪证确凿，你还不俯首认罪？包大人，私采金矿、杀人灭口都是我和张冲所为，跟小王爷没有任何关系，请包大人明察。哼，那柴玉也已亲口供认是他主谋，你休想为他脱罪。包大人，堂下听判。柴禄，你盗采金矿，藏匿赃物，合谋杀人，罪不可赦。本府奉旨代天巡狩，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。来人呐！在。狗头上伺候。是。慕容姑娘，我在等你说明，我是如何的胆小怯懦，又怎么会是个无知莽汉？你宿疾缠身多年，访遍了名医，仍无法根治。你不想让我帮你治病，不就是害怕再次失望，怕受打击？你这不是胆小怯懦是什么？医道医理博大精深，浩瀚如海，多少医者前辈钻研一生仍不能尽得其妙。你不过就是看过几个大夫，做过几次诊疗，就认为自己无药可救，再不做任何的治疗。你这不是无知莽汉吗？我为我方才说的话而道歉，也希望慕容姑娘你不计前嫌，为我诊治。待柴玉。
柴玉，包大人，你虽无爵位，又无功名，但毕竟是王室之后，本府免你行跪拜之礼。多谢包大人。方才你已坦诚罪状，可还要本府当堂再做问询？不必了。柴玉触犯国法，理应受到惩罚，请包大人依法宣判执行。堂下听判。柴玉，你身为世袭阵亡之后，本为备位王爷，就该上提皇恩，安分守己。你却教唆府中总管翟禄勾结张冲，盗采金矿，因而导致黎民百姓家破人亡，依法论罪，其罪当诛。本府以代天巡狩之权，以大宋律例判你大刀之刑。来人呐！在。龙头上伺候。是。开打！刀下留人。臣包拯叩谢太祖皇帝圣旨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包大人可以官职了。太祖皇帝开国称帝之时，封本王先父为正王，同时颁下此诏，纵使犯下叛国谋反之罪，皆得凭此诏，免死一次。王爷要凭着免死金诏，换柴玉一命。不错，恳请包大人遵旨而行。包拯却难从命。包大人，你竟敢抗旨不遵！王爷，包拯并未抗旨。难道这免死金诏有假？太祖皇帝所赐，当然不假。既然这金诏不假，那包大人不遵旨而行，岂非抗旨？只因这金诏虽然不假，却免不了柴玉的死罪。你，王爷，这金诏之上分明写道：历代阵亡，皆可凭此金诏免死。那柴玉虽是王爷之子，却尚未世袭爵位，又怎能免他一死？包大人，难道不能网开一面？包拯依法论法，依职论职，无权开脱。
好，那么本王就不要这爵位，将王爷的头衔立即传与柴玉。王爷之位，只可承袭，不能禅让。王爷心知肚明，除非王爷100年之后，否则那柴玉继承不了王爷爵位。王爷不舍爱子，包拯岂会不知？只是就事论事，包拯实难从命，还请王爷见谅。王爷，请恕包拯必须依法行事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 2次升堂。是。包大人且慢。王爷莫非依然不肯罢休？不，本王只是想最后再见玉儿一面。王爷，如今那柴玉已是定验死囚，行刑在即。若与王爷私下会面，恐有不妥。包大人不必为难，本王就与他在公堂诀别即可，还请包大人成全。大人，受刑人家属听审观刑，于法并无禁制。然而，又岂有让亲人家属当堂观刑之理？也罢，请王爷与柴玉话别之后，离堂回避如何？多谢包大人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，请展护卫陪伴王爷，同往公堂。是。玉儿，爹，包大人一向铁面无私，你是救不了我的。玉儿，你说的没错，是孩儿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别人。包大人依法行事，孩儿无话可说。孩儿不孝，不能为爹奉养天年，请爹要多加保重。孩儿叩别。玉儿，玉儿，包大人，王爷。包大人，郑王爵位待本王死后便可传与柴玉，那免死金诏便可救柴玉一命，还望包大人遵旨而行。王爷意欲为何？本王即刻当堂自尽。王爷，万万不可！爹，
王爷，玉儿，父王实在是不忍心看你命丧龙头铡下。孩儿一念之差铸成大错，已经不孝。如果你为了救孩儿而牺牲你的性命的话，孩儿不但没有颜面见人，更没有颜面继续活下去。爹，我求你打消此念头，不要让孩儿一辈子背上不孝这个千古骂名啊！爹，玉儿，玉儿，爹一定要救你。包大人，就请你成全本王这点私心吧。王爷，只怕王爷纵是一死，也救不了那柴玉的性命。你纵使王爷当真归西，也必须上报朝廷，方能将爵位转封柴玉。文书往返，以及皇上批示朝廷转班，至少历时1个月。王爷，那时只怕柴玉早已不在人世了。包大人，难道你就不能暂缓行刑吗？王爷，国法当前，岂容本府苟且徇私？包拯，你……王爷，王爷，包大人执法守法，又何苦为难他呢？玉儿，此事已经无法回天。如今既然已经改朝换代，就应该遵守国法。国法当前，又岂能侥幸？孩儿触犯国法，情愿认罪伏法。孩儿这条命是父王所赐，孩儿在这里向父王叩谢养生之恩。请包大人依法行刑。玉儿，玉儿，斩护卫在。将王爷请出公堂，回避行刑。是。王爷，请报。来人呐！在。准备行刑。是。开打！
大人，学生已将全案整理完善，回京之后一律再上报朝廷。婉儿还好吧？他的心情好像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。那些犯下错误的人，为什么总是要伤害关心他的人？本府执法一生，这种情形不知见过多少，却始终百思不解。大人，你见过柴王爷了？没有，去见了又能如何？只是徒增感伤。属下心里有话，憋在心里不吐不快。你说，免死京兆，不能换回柴玉一命。普天之下，只有王爷和大人知道。只要大人不说，没有人会对免柴玉之死提出异议。大人为何不肯成全呢？这就是法与情、公与私之间最难掌握的分寸。稍一不慎，公理正义就会荡然无存。君子不欺暗室，如果因为没有人知道就有所偏颇，很可能会因此造成无辜之人受害，也就没有资格成为执法者了。可是对柴王爷而言，大人岂不是太过不通人情？我常说，这就是执法者的无奈与悲哀。一旦踏上了执法之路，这无奈与悲哀就必须一并承受。然而大人却不愿意见到别人也受到同样的痛苦。当然，尤其是自己所熟识的人。柴王爷，还有婉儿。尤其是婉儿，他会以为将柴玉送上铡刀的是他。倘若他无法看透这一点，这种痛苦就会陪伴他一生。我也会永远把你放在我的脑海里。婉儿，
柴玉，你安心的去吧，你永远都会活在我心里。如果当初包大人跟赵匡胤同朝为官，包大人就不会让赵匡胤窃国篡位的阴谋得逞，又何来今日的赵宋？已经是近100年前的事情了，现在提他，还有何意啊？孩儿差一点就完成心愿了。如果不是包大人来到青州，快则3年，迟则5年，我们就拥有可以对抗大宋的实力。到时候，我们就可以重建我们大周的天下了。玉儿，父王实在是不忍心看你命丧龙头铡下。爹，孩儿一念之差铸成大错，已经不孝。如果你为了救孩儿而牺牲你的性命的话，孩儿不但没有颜面见人，更没有颜面继续活下去。爹，求你打消此念头，不要让孩儿一辈子背上不孝这个千古骂名啊！爹。启禀大人，朝廷派来的接收专使已经进城了。按时日推算，他们也该到了。他们来了多少兵马？回斩大人，至少500-600。大人，要接收矿场、押送黄金、重整州衙，的确需要这么多人。等专使进城安顿之后，请公孙先生备妥文案计策，立刻在州衙与他们进行交接。是，学生早已备妥。王朝马汉，在。驿馆扣押监管的黄金由你2人负责点交，务必要将数量、重量核实，不得有半点误差。是。张龙、赵虎，属下在。矿场部分由你2人负责，让接收专使与驻守矿场的虎贲营直接进行交接，不得有误。是。统领府中官兵预做准备，一旦交接完毕、核实无误之后，即可启程返京。是。启禀大人，柴王爷派人请大人去王府一趟。
王爷，玉儿曾经说过，如果包大人生在前朝，那么大周就不会灭亡了。王爷，他说的不错，有包大人这样的官员在朝廷，一定能够保住大宋的国祚。包拯惭愧。应该惭愧的是本王啊！哎，玉儿不明白，改朝换代、世代更替之礼，那是本王教子无方啊！本王还一直为难包大人，更是自律不严。在此，本王向包大人郑重致歉。包拯万万不敢。啊，包大人，什么时候离开青州，返回京城啊？朝廷派来接收的专使已到青州，待包拯将全班州务交接之后，即可启程。好，好，好。若是什么时候途经青州，一定要来王府。本王还要和包大人在棋艺上好好的切磋几局啊！包拯，遵命。太后要将新科状元招为驸马。正是。母后还特别交代我，由皇叔充当大媒，由朕赐婚。新科状元陈世美，人品文采是样样出众。乐平公主若能招得如此夫婿，倒也称得上是珠联璧合呀。乐平公主虽非母后亲生，却与母后十分投缘。在朕诸多的姐妹当中，唯有她颇得母后宠爱。皇叔，这件婚事恐怕非要谈成不可啊。公主招驸马，
乃是皇家中一大喜事。不过这陈世美的身家背景，必须要事先查明才行。王爷，请放心，老臣已经调阅过那陈世美的学籍，并向他所属的泸州府查证过，他无父无母，无亲无眷，决然一身呐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本王自是乐观其成。这现成的大媒人，本王也就欣然接受了。皇叔同意，那就太好了。朕既可以向母后交代，从此又多了一位状元妹婿。大媒由本王充任，但是这典礼的相关事宜，就要有劳王丞相了。是，老臣责无旁贷。魏公公，启禀驸马爷，人车已经备齐，请驸马爷与公主启程。再等等，公主还没准备好呢。启禀驸马爷，公主有请。公主还没有着装吗？回驸马爷，公主不舒服。公主病了我不碍事，就是有点头晕，浑身乏力。那我立刻让他们请御医来。不急，我休息一阵子就没事了。倒是这么一来，我就没有办法陪你去见八王爷了。公主的身体要紧，王爷那儿咱们改日再去也不迟啊。不，八王爷是我的皇叔，也是我们的大媒。我们成亲3个月了，还没有去谢媒，总是失礼啊。既然约好今天去，无论如何也要依约前往。可是你你就不要担心我了。快去吧，总不能让皇叔久候。好吧，那我就快去快回。如果你再有不舒服，就让他们立刻请御医。我知道了，你快去吧。哎呀，公主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公主，不要紧吧？公主，哎呀，公主，要不要紧啊？没事。世美参见八王爷。驸马免礼。谢王爷。王爷，世美今日是专程来谢王爷大媒的。所谓新人进了房，媒人扔过墙。本王以为你们早把我这个大媒人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王爷取笑了。驸马如今已经不是外人了，本王说笑2句，驸马该不会见怪吧？世美不敢。为何只有驸马一人前来？我那宝贝侄女儿，难道对我这个大媒人有所不满不成？回王爷，公主有恙在身，不克前来，还请王爷恕罪。公主病了，可曾请御医诊治？王爷，公主只是微恙。不，有病就得医，拖不得。伟明，奴婢在。你是驸马府的总管太监，公主生病了，怎可掉以轻心呢？回府之后，立刻请御医前去。是，奴婢遵命。今日驸马既是来谢本王这个大媒人，本王也就少不得薄礼相赠。这样吧，本王就为你们画一幅百子千孙图，让你们早生贵子。
驸马爷，八王爷在皇室中素有书画双绝的美称，八王爷的墨宝可是万金难求啊！伟明，别把本王捧得太高，可要知道，你们这驸马爷那是新科状元，别让人家笑话本王在班门弄斧啊！王爷厚赠，是美当面谢过。不，本王还没动笔呢，等画好了，驸马再谢也不迟啊。是美静候王爷妙笔丹青。是。驸马，你干嘛一直盯着我？听魏总管说，你不肯让御医来。哦，我说过我没事的，又何必让御医白跑一趟呢？不行的，怎么能这么任性呢？还是让御医来看看的好。是不是皇叔的意思？是我的意思。我不希望有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，你也不可以让我担心。我知道你是关心我嘛，可是……那就听话，让御医来看看吧。好吧，就听你的，让他们明天过来。这样才对嘛。我告诉你，八王爷要亲自画一幅百子千孙图送给我们。你要是不把身子骨照顾好，我怎么跟八王爷交代？快点！时辰已到，关城门。等等，走！哎呀，要关城门了，快跑！快跑！快！官爷，等一下！哎呀！哎呀，这我还怎么找不到手机？什么人？不怕。这位姑娘，
今天的城门已经关了，我们母子能不能在这里先栖身一晚？这个破庙没有主人，谁都可以进来休息。那多谢姑娘，多谢。来，这边。我好饿。美乖，那是人家的东西，不可以啊。你们先吃吧，别饿着孩子。多谢这位姑娘。春哥，坐下来，有东西吃了。真香啊！很好吃。姑娘，孩子们吃不多，你也吃一点吧。那，你也吃一点吧。谢谢姑娘。你们要去京城吗？是的，我要带孩子们去找他们的爹。他在京城做什么医生？他是个进京赶考的举人。考中了？那好啊。大考高中，一家团圆，10年的寒窗苦读没有白费功夫。可是，他又娶了一位富贵人家的女子做妻子。什么？他又娶了别人？哎，姑娘。孩子们还不知道这件事情。这么说来，他就是一个背信忘义的负心汉。那你还去找他干嘛？我想他一定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吧。能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呢？这世上哪一个男人不是见异思迁、喜新厌旧的？姑娘有所不知，
我跟他是一块从小玩大的，我相信他不是那种人。只有像你这样的女人才会被男人欺负。告诉我他是谁，我去帮你把他给杀了。啊，不，姑娘，他是孩子们的爹呀。恐怕他自己早就忘了吧。不，他不会忘的，他不会忘了我们夫妻之间的情谊，他不会的。丈夫是你的，你要是舍不得，谁也帮不了。哎，姑娘，你要走了？错，我还有事要办。有刺客！皇叔府邸在京城之内，竟遭贼人闯入，企图行刺，简直是目无王法，胆大妄为。包拯，臣在。这件事总该与你开封府尹有关吧？回皇上，无论是京畿治安，或是王爷安危，包拯均责无旁贷。臣出宫之后，立即着手侦办，以安圣律。好，皇叔对朕而言犹如先皇，连朕的这条性命都是皇叔拼死保驾方得存活。朕可不希望皇叔有半点闪失，更不许任何人对他有半点侵犯。臣明白，臣遵旨。朕不明白的是，皇叔一向与人为善，怎会有人行刺于他？臣启皇上，老臣也觉得不可思议。八王爷素有贤王之称，满朝文武无不敬仰钦佩。照理说，不该与人结怨才对呀。文武百官当中，就算有不服皇叔之人，料他们也不敢有此行动。莫非行刺于人来自于民间？可是八王爷久居深宫，极少外出，又怎么会在民间结下仇冤呢？皇上，相爷，待包拯先赴王爷府中询问查勘之后，想必能够窥一端倪。好，包钦一向断案如神，想必能够查明清楚。王丞相，老臣在。你我就不要再妄加臆测了，待包钦查明结果如何再说吧。是，包大人，那就全仰仗你了。包拯定当全力。包拯未曾将京畿治安整理妥善，而令王爷府中遭人潜入，包拯失职，
特向王爷请罪。包大人言重了，王府中自有卫士负责安全，戒护不周，又怎能怪到包大人头上呢？多谢王爷不罪之恩。不论是否公务，来到府中便是客。包大人请坐。谢王爷。昨夜贼人闯入，想必惊扰了王爷。那倒还好，不过没想到却惊动了皇上，又劳包大人为此事奔波，本王实在是过意不去呀。王爷宫中体国，素为群臣表率，包拯于公于私，都该立即查明此案，更应将那闯入之人绳之以法，方可向王爷交代呀。能否抓到那个人并不重要，不过本王爷仔细地想过，从未与人结怨，又怎么会发生这等事情呢？当然，让本王弄明白也好。是。展护卫正在询问昨夜执行卫士，或可查出些线索，包拯定会循线追查，早日破案。那就有劳包大人了。包拯不敢。启禀王爷，展护卫求见。快请。是。展昭见过八王爷。展护卫，快请起。谢王爷。展护卫可曾问出些什么？回大人，根据王府卫士所言，属下判断，那夜闯王府的人是个江湖人。请恕展昭斗胆，八王爷可曾与江湖人有所接触？吁！我说你追不上，你还不信？现在认输了吧？没想到我一个堂堂男子汉，竟会输给你一个弱女子。哎，你可别小看我们女人，尤其别忘了我是江湖人。本王生于宫中，长在京城，往来的都是皇室成员与宫中官员。又怎么会跟江湖中人有所接触呢？王爷所言想必无常，不知展护卫怎会有此一问？属下只想查出
那江湖人叶宠王府行刺王爷的目的。倘若王爷与江湖并无渊源，那属下必须往买凶行刺的方向追查了。展护卫说的不错，王爷，如今包拯只能由与王爷曾经结下仇怨的人身上着手追查。包大人不必费心，本王仔细的想过，从未与他人结有私怨。若因公得罪了某些人，或者妨碍了他人的利益，那也是在所难免的。不过，本王也不打算追究此事，包大人也不必追究此案了。王爷，包大人，本王心意已决，不想多说。本王自会适时向皇上禀奏，此案就到此为止吧。王爷，请恕展昭直言，倘若不能查出那幕后主使之人，恐怕王爷日后还会有再度遭人行刺的危机。展护卫放心，王府中已加派人手警卫，本王安全无虞。王爷，包大人，本王说过的话，不想再做重复。包大人可以回去了。王爷谕令，包拯不敢不遵，还请王爷多加防范。包拯告退。什么？王爷不让大人追查此案？不错，此举的确有违常情。然而王爷执意如此，本府也不便再做坚持。难道说王爷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隐情不成？那就不得而知了。大人，属下认为八王爷对此案必定有所隐瞒。哦，展护卫又是从何得知？属下向王府的卫士打探当夜的情形。那天夜闯王府的人，目的并不在于刺杀八王爷。何以见得呢？根据卫士们所说，那天晚上夜闯王府的人武功极高，倘若真的要刺杀王爷，他们未必能挡得住。所以属下认为，行刺未必是真，警告却假不了。而且此人必定是来自江湖。莫非真与江湖恩怨有关？八王爷果真曾与江湖人有所往来，却对本府隐瞒不说。属下认为很有可能。当属下询问八王爷是否接触过江湖人之时，他口中说是没有，但神态之间却显然并非如此。当日本府也曾察觉，只是不便对八王爷再加追问罢了。如今想来，展护卫的推断不错。大人，倘若八王爷的确曾与江湖人结怨，而又不让大人继续追查，学生担心，日后恐怕人就会后患无穷。八王爷既明确要求本府停止追查，自是不宜公然再查。不过展护卫却可暗中查访，并适时保护王爷的安全。大人放心，属下一定可以保证王爷的安全。
娘，我们在这里等什么啊？娘是带你们来找爹的。爹真的住在这栋大房子里吗？应该不会错吧？春哥，你带着妹妹在这里等娘，不许乱跑，知道吗？哦。去吧。官爷，请问府里交代过了，驸马爷不认识你们，你们快走吧。官爷，这不可能啊！驸马一定认得我们的。诶，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？官爷，我叫秦香莲。官爷通报姓名的时候是不是说错了？府里说的很清楚，叫你们马上离开，不准再来。官爷，你干什么？你再不离开，别怪我送你官府去治罪。官爷，官爷，我求求你再去禀报一声。官爷，我求求你。官爷，官爷，我求求你，官爷，你不要走。官爷，我求求你了。放开！官爷，官爷，放开！爹，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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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，你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娘，怎么回事啊？别哭了。走，走了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让，快让，娘别哭了，娘别哭了。哎，你们怎么还不走？走开！快走！快走啊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冤枉！冤枉！门外喊冤之声，怎会如此凄厉？想到击鼓之人满腹冤屈，愤恨难消。王朝马汉，在，将击鼓鸣冤之人带进府中，随即传令升堂。是。传击鼓鸣冤之人上堂。传击鼓鸣冤之人上堂。堂下所跪何人？民妇秦香莲，叩见青天包大人。在你身旁的男女幼童又是何人？回报大人，他们是民妇的子女，春哥和冬妹，你们还不快叩见包大人？叩见包大人。秦香莲，民妇在。你既然在本府堂外击鼓鸣冤，想必有冤在身，但不知你状告何人？回包大人，民妇要状告的正是当今驸马陈世美。你告他何罪？民妇要告他不孝父母，
抛妻弃子，欺瞒皇上，停妻再娶。且慢！那陈世美乃是驸马之尊，岂能随人要告便告？你在本府堂前状告于他，你与他又是什么关系？回报大人，糜妇是他的结发妻子，这2个孩子正是他的亲生骨肉。这个就是被他弃养不顾、活活饿死的他的亲生父母的灵位。秦香莲，你先莫要哭泣。你虽言之灼灼，本府却又怎知你不是虚言造假，冒认皇亲？包大人是说糜妇在说谎？不，本府并未断言，只是你在本府堂前状告于他，必须有所凭证，否则如何证明那陈世美与你乃是结发夫妻？本府又如何接你的诉状？回报大人，家中祖老足以证明，家中地保也可以作证。你家乡又在何处？糜妇家在泸州府舒城县陈家村。好，待本府查明属实之后，再决定是否承接你的诉状。你可有暂居之所？回报大人，糜妇母子3人在京举目无亲，几经的盘缠，都是一路乞讨而来。也罢，你且暂居府中，待本府查明之后再议。退堂。府衙之中，虽然称不上样样齐备，却也食宿无缺。你母子3人暂且在此住下，若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吩咐，无需客套。多谢公孙先生，我们母子3人有个栖身之所，就已经感激不尽了。带他们到西厢院去，不得怠慢。是。这里暂时是我们的家，我们要在这儿住上一阵子。娘不是说带我们来找爹吗？你爹他……你爹他不要我们了。爹为什么不要我们了？为什么不要我们了？因为是不是爹不爱我们了？是不是我们犯什么错误了？不是你们的错，不是你们的错。我要爹，我要爹！我和东北会好
人了，包大人一定会让爹跟我们回家的啊！不哭了啊，不哭了，来，不哭了，乖。依大人之见，那秦香莲的供词究竟有几分可信？他虽然神情哀戚，却神志清楚。再者，冒认皇亲国戚，其罪不轻，而且极易被人发觉，他又怎会明知故犯呢？本府推断，他未必是虚言蒙骗。难道那陈世美真的抛妻弃子，犯了欺君之罪？不，尚不能如此断言。公堂之上，尚有诸多疑点有待深究，必须明了全案细节，方可论断。大人问明详情之后，再循线追查求证，才能知晓那秦香莲所说到底何者为真，何者为假。马汉，属下在。派人照顾秦香莲的一对儿女，将秦香莲带到厅中，本府有话询问。是。展护卫稍后，不妨一同前往厅中，听听那秦香莲的说辞，也好为日后做个印证。是。民女秦香莲叩见青天包大人。你的一对儿女可曾安顿好了？多谢包大人多方照顾。香莲的冤屈若能平反，他们兄妹二人就是结草衔环，也难保包大人的恩德于万一。听你的言谈举止，不是一般的乡野村妇。你可曾读书识字？是的。香莲生父生前是位教书先生，从小耳濡目染，也曾读书识字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你该知道，冒认皇亲之罪，论罪当诛。包大人，您是说香莲说的全是谎言？